铁马冰河。 所以名为血奇刀，是因为我7刀之下必有亡魂。我已出了6刀，这一刀下去你还不死，我就要改名字了。哼，不必改名字了，因为你今日就要死了。血月剑仙李寒一，你似乎有些太狂妄了。我还有最后一刀，名杀神。 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这是修习拳术、刀术的独有心法，明脸是他在继续浑身气力，等待拔出最后一刀。苏沐雨，上次你就没拦住我，今天你一样拦不住。这次不一样，不是我一个人拦你。既然各位 要逼我雪月成道如此田地，那么就请君赴死吧！清醒！刚刚那一剑很精彩，不愧是剑仙一剑。只是可惜了，你难道没有发觉，你的剑仙境界被压制，专为你布下境界压制大阵？苏长河，并且我们还在整片竹林撒满了无色无味的唐门毒物，一旦吸入， 则会慢慢腐蚀内力。你还是跟当年一样，行事卑鄙，总是不择手段。是啊，不然凭我这点本事，怎么能把雪月剑仙永留此地呢？哼！你以为我已经内力枯竭了？可我还有一剑之力。我这一剑之后，我会死，可你也活不了。 不自量力！琴声悠悠的低诉，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恍惚间，红烛伴着你画下轻舞，任飞雪满小仙女，天。我好想你。小年华几度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玄剑仙赵玉珍，他是忘了还有这些人了。
就是你们打伤了他。是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这人一般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缺胳膊少腿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小仙女，你等等我。天魔者，在我面前装神弄鬼！望城山太乙狮子拳第9重。天下素来认为，5大剑仙之中，孤剑仙剑术第一，只因他一人居一城的气魄，天下无双。但我却一直认为，你玄剑仙的剑才是天下第一。哼，我的剑是不是天下第一不重要，因为我的剑从不轻易而拔。我有桃花剑36柄，你看如何？虚妄。佛家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无。哦，那你玄门又是如何说的？凡所有相，除了小仙女之外，都是虚无。这是我说的，我可代表玄门。无量剑阵，起！难道这次真的来晚了？这些都是真的剑吗？一个人怎么会变出这么多武器？这应该是剑气所凝成的剑，但杀伤力减去了，跟之剑一样。大家长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还请大家长为我们找出一丝破绽。你们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给这个神剑仙送上一条死路。仙女，来不及了！暴雨梨花针一共27枚细针，唐门中了3针，我结下了23针。还剩1针。小仙女，李寒一中针了，杀了他们！刚才赵玉珍强行使出神游一剑。必定对他反噬极大。那，继续追。大家长，大家长久违了，真是有趣啊！一位玄剑仙下了山，一位老神仙出了天际。大家长请。国师有命，自然不敢不从。我们走。真的来晚了吗？火灼之术第8种，千火剑。了解，不要妄动，站在那里保持气势。
小瑟，小瑟，离开这儿！仙老师姐，咱们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这附近就没有雪月城的盟友前来助阵吗？我自幼就很少离开雪月城，和江湖上的人也没打过什么交道。莫说是寻盟友了，我连雪月城有些什么盟友都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了！啊！阿爹临走前给了我样东西，有了它，这附近的盟友自会前来相助。这什么呀？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雪月城的求救信号。只是这烟火可见不过100里，这附近真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白痴！哎，你这刚醒你就骂人，你才白痴呢！你不许骂他！哎，跑！什么？快跑！仙露师姐，她说快跑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先一步把他们劫走了。这附近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剑心种。行了，到这儿就可以放心了。剑心冢外设有奇门阵法，寻常人根本进不来。多谢2位兄弟了，敢问2位兄弟尊姓大名？何去？何从？好特别的名字啊！没时间寒暄了。放心吧，适逢华神医正在剑心冢中采药，我这就送他过去。哎，这位雷兄弟啊，不如和我去一趟剑阁吧，老爷子应当想见你的。老爷子是谁啊？笨啊！老爷子当然是剑心冢的冢主了。冢主？嗯。哇，这好多剑啊！这儿真是比雪月城藏剑阁还威风呢！哎，对了，米剑师兄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我是来剑心冢办点事儿。哦。结果刚到这儿，就发现天空炸响的那只千城令。能有资格用千城令的人可不多，我就赶紧赶了过来。结果发现是你。哎呀，母亲，快来！啊！这柄是麒麟牙，是麒麟剑手李修熙的佩剑，剑谱上能排第16。哦。麒麟牙杀性太重，你若真想碰它，那么很有可能受伤的是你自己。老爷子，要求见的落霞仙子的弟子是谁呀？在下骆明轩，正是落霞仙子的弟子。哦，你师父近来可好啊？还行。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的貌美啊？啊？那个，你要的剑，老朽已经给你铸好了。哇！重剑无望，轻剑别离，长剑凤凰，双剑勾芒结尘，3尺剑般若一目，一共7柄剑。7柄剑，这么大方？多谢老爷子。你拿去吧。至于你嘛，好像看着很眼熟啊。听雨啊，许久未见了呀。你老认识这把剑？听雨观雪，万花闻风，风雅四剑，乃是我年轻时所著，我自然认得。
的剑是您所铸？那莫非您是李素王？哎，等，您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死了呢！我不过是20-30年没在江湖上露面罢了，谁说我死了？那这个江湖上面说，剑心主的种主现在是李素王的弟弟李素臣。哎，这个江湖传言也不可信啊。外公，孙子刘杰不孝，见过外公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剑术有成，便不算不孝。你既然得了这把天羽剑，想来是见过你姐了。好，哎，你姐呀，才是真的不孝啊！她明知道我一个老头子在这剑心冢里面孤苦伶仃的，也不来陪我。你说我又没有非得逼着她，让她当这个剑心冢的冢主，她那么怕我干什么？这天羽剑就算是对她的惩罚，我没收了。啊！莫急，今天晚上啊，你来剑阁，我再送你一把更厉害的剑。外表没有一点伤，但脉象就可以乱成这样，还真是罕见。叶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脉象怎么会如此之乱？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快走。我们已经到了。师叔，随我回去。你要忤逆师门吗？可我偏偏有2个师门，但你姓唐，为何非要如此？难道唐门真的要做叛蒙背义之师吗？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。身为唐门子，你只需要懂得遵从。可百里师傅告诉我，凡做事之前，先问本心。够了，唐莲，你姓唐，唐门的唐。当初是你们送他去雪月城，如今却要斩断他与雪月城的关系。百年世家，先求唐门，就是这么对待门内弟子的吗？唐莲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是唐门这一辈最优秀的弟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唐莲，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兵粮，走。叶姑娘，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神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叶安石，在天外天我叫叶安石，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了。截住景霞了吗？今日得到消息，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和谢家家主谢奇刀合力阻止李寒一北上，但李寒一看穿了埋伏，最终突围而去，目前行踪不明。看来
暗河已经动手了，老舅也太擅作主张了。唐门三老呢？那3位老爷子原本不想露面，可那时李寒衣已经突围而去了，他们迫不得已现身，也没有追得上。至于唐门为何会和暗河联手，我猜是九皇子在动身之前就已知晓了唐门，他们知道殿下与九皇子的关系，便以为这是殿下下的命令。老九为何会如此确认暗河会和他协作？因为九皇子他冒充了一个人。谁？萧楚河。外公，我来了。你来啦？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当然是世上最好的剑之一啦。最好的剑之一？莫不是在剑谱之中？来，你看看这两边的剑谱，10大名剑，乃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剑。你看看，这剑谱第10，无忧，其剑银白如玉，剑身修齐秀丽，不似人间之剑，隐隐有飘然的仙风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9，霜雪，其剑乃是雌雄双剑，秋之霜，冬之雪，单剑平凡，可是双剑合璧，却有神威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8，皓阙，其剑可称得上人间正气第1剑，浩然正气，可斩千魔。原北离大都护所佩之剑，现藏于天启城的天剑阁，由剑奴守之。这剑谱第7，洞千山，其剑的剑气是浩瀚无比，一剑起洞千山，起万朝。这10大名剑之中，唯一当世铸剑师所铸之剑，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6，青霄，其剑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，历任掌门所佩之剑，现传人为望城山掌教赵玉珍，位列5大剑仙之玄剑仙。你再来看看这边，这剑谱第5，破军，其剑钝而厚重，非天生神力不能无，称王霸之剑，现为怒剑仙严战天佩剑。剑谱第4，这世上的剑，有的是4个字，有的是3个，最多的是2个字。但是这把剑，它只有1个字。心。对，这剑谱第4，心，唯一一把以单字命名的剑。这剑可通灵啊，它与剑主心意相通，剑意纯粹，可断凡剑剑意。其剑为剑心中历任传人所佩之剑，现传给雷无节。外公是想把这柄剑传给我？这把剑本来就是你母亲所佩之剑，现在由你来继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不过，有人认为，剑是剑，人是人。比如你姐姐，她不愿意接过这柄新剑，却偏偏跑到那个昆仑去求什么铁马冰河。但是有人觉得，剑即是心，心亦可作剑。比如你的母亲。
外公能给我讲讲我母亲的事吗？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，她善良聪明，性格温柔，又是天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呀。哼，若不是遇到那个天杀的雷梦莎，她定会是剑种的传人的。母亲是怎么认识父亲的呀？这个雷梦莎与他的那个好兄弟百里东军，到我这剑心冢来造访，不好好的待在剑阁里，却非要偏跑到那剑心崖。你跑到剑心崖也就算了，可他偏要与新月比武。你比武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却赢了。你赢了也就算了，可他偏……外公，我怎么听出了一股吃醋的语气呢？哼，从那以后啊，你母亲新月天天吵着要和这个雷梦莎去闯荡江湖。我就想啊，这闯就闯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谷里吧？更何况这雷梦莎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子弟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真是后悔呀！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我就应该把他给留下来。哎，小子，你说说，如果当初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？是，那就可能没有我了。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的性格怎么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啊？一副子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外公，你不是还有我和我姐吗？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。看我可以，打我剑的主意不行。外公，你自己说要把新剑传给我的，你可不能后悔了。哈哈哈！你个傻小子啊！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，就算我要送你，那也得看它应不应你呀。再见。哎，小子，你不要总想着如何控制这把剑，你呀，要用心的与他交流，他才会回应你的。再试试。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娘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娘，我只是你心里的想象，是心剑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幻化出了我的样子。阿娘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娘。我和姐姐还有外公都已经重逢了，若是你和阿爹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生活了。傻孩子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，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何执剑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想要守护的人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好，时隔10年，这把仙剑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了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阿娘，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负使命。
小子，听说你躲了一夜的追杀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再试试这把新剑的威力。外公，你这剩下的剑你都还没讲呢。虽然说剑谱前3甲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不过呀，从天下第一铸剑师的嘴里讲出来，那还是非同凡响的。好，我就应了你。来，这剑谱第3，铁马冰河，其剑乃是世间极寒之剑，原封在昆仑之巅，曾为绝世昆仑剑仙所有，现为雪月剑仙李寒一所配。阿姐可真是厉害，不继承新剑，去继承那把更厉害的。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！既然有了新剑，就应该说新剑是最厉害的。咱们能输给阿姐不丢人。这剑谱第2，大明朱雀，其剑为无双城镇城之宝，现藏于无双的剑匣之中。这剑意锋锐，出剑必见血可翻，现为无双城的城主无双所有。也不知道无双什么时候才能拔出这把剑。能拔出大明朱雀的，就证明他已经是剑仙了。那就只剩下最后这一。外公，这最后一柄剑怎么是空白的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剑谱第1，天斩，天下第1剑，天道之剑，非天命之人所不能持。现供于钦天监，有国师齐天辰守之。这天斩乃是开国皇帝留下来的神剑，已经有几百年未曾现世了。我虽然是剑心中的种主，我也没有见过此剑，自然也就画不出来呀。这几百年都不现世，他不会都锈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像本朝的开国皇帝那般的天命之人，又岂能是那么容易便出现的？丫头啊，这个年轻人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问题啊可就大了，他的隐脉受了重伤。世人皆知显脉乃是指奇经八脉和12经长脉，还有15络脉。但其实人亦有隐脉，因为人的内力便是藏于这隐脉之中。此人隐脉受损，不能用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隐脉中有股可怕的力量。如果这股力量反噬，那么他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中。他之前应该遭遇过了一次反噬，只不过这次反噬并不严重，所以只是有些气虚，补一补就好了。但是以后嘛……怎么，还有我的小花锦看不好的病吗？你别说是我，就算我师傅来了，估计也医不好。至于我那个3心2意的师兄，怕是也医不好吧？你是说那个枪仙司空长风吧？师傅说啊，若是师兄只注重医道，那么这天下间便没有他治不好的。可是师兄又学医又练枪，还跑去当什么城主，这般3心2意还怎么学医啊？你倒是专心钻研医术了，跑到我这剑心冢里采了1年的药材。
我诱惑了你几次跟我学剑，你都不肯，怎么就没有看到你把他给医好啊？我还小嘛。还小，强词夺理。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哦。先把药喝了吧。3日过去了，你终于能下床了。多谢神医。不用谢我，我只能帮你小忙。你隐瞒的大伤，我治不了。这话我已经习惯别人说了。我之前在药王谷里看到过一本古书，上面记载了一种医术，叫捕魂之术，能令枯木逢春，结泉涌水，逝去的花草能够重生，断去的魂脉也能够重连。只是书上并没有记载捕魂之术的正确用法。可能早就失传了吧，毕竟师父号称医术天下第一，也并不会这捕魂之术。这么说，你是新百草的弟子？是啊。这几天啊，千落师侄已经和我说了，你是长风师兄的弟子，所以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小师叔。你今年多大？你别看我小，我可是有大志向的。什么大志向？比如治好你的伤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信。对了，他们说你那天通过什么流转之阵将内力借给了他们，是一本什么书啊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此书乃是如剑仙谢轩所写，修炼此中功法，可以慢慢修复阴脉。真是本奇书。你要是想，就请你多看几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都记住了。想不到小神医竟还是过目不忘的天才。但是你那个姓雷的小兄弟可不能再等了，他每天着急想要出种去那雷家堡，还说如果去晚了就要被姐姐一剑给杀了。什么姐姐啊，这么凶？天下前5的剑仙，你说凶不凶？不过他既然这么着急，那我得去拜访一下李种种。萧瑟见过李种种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种种相助。哎，这都是华锦的功劳，老朽也没做什么。只是没有想到我能够再次与你相见呐。对了，你对暗河的追杀有什么想法吗？暗河向来是不死不休，如果是专程为了杀我们，那应该派出更强力的杀手才对。怎么，苏昌黎还不够强吗？我们之中最有可能是目标的人就是我。若是请东暗河为求稳妥，应该请出纸伞鬼苏沐雨这样的高手。所以我估计，这里面应该是另有阴谋，或许跟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有关。雷家堡，英雄宴，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当务之急，是我们要快点赶往雷家堡，在敌人的阴谋发动之前，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
你刚才说你叫萧瑟？是。不管以前是叫什么，以后也只会是这个名字。暗河的那些人惧怕我剑心虫不敢硬闯，但也未必会离开呀。今天晚上我就去击退他们，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。怎敢劳烦种主亲自动手？我外孙为你，我为我的外孙。真是个大好杀人夜呀！你在担心剑心种帮助他们吗？那何去何从二位护剑师我们见过，单凭他们二人的剑术，与你相差甚远，不足为惧。除了他们，剑心种还有别的高手。啊？别的高手？谁？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。李新月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李新月是死了，但是心剑未绝，教他剑术的那个人也依然在。您是谁？天下第一铸剑师，李素王。巨剑腾空，天下第5名剑破军的仿剑，乃是我年轻时所铸，也是许久未见了。是柄好剑，只可惜被握在正确人的手中，杀气太重，毁了一把好剑。剑本来就是凶器，在我面前论剑。外公，外公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了，您不必替我说道。此人不好对付。我遇到不好对付的人多了，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再来问一次剑吧。我有一剑，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赤若群仙。新剑，好。剑不是凶器，是你的朋友，死在这样的剑下，无妨。刚刚我的确胜了你一剑，还不足以伤你吧？对于杀手来说，输了便是死了。又是傀儡，不必追了，这只是他的脱身之术，区区一个木鹰不足为虑。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刘姐，哎，喂！刚刚苏昌黎那一剑，是前辈动的手脚吧？是的，就是刚刚我和他对的那一剑，我已经把他的真气给击得混乱了，可是他却感觉不到，所以在和小杰对阵的时候，他还误以为自己躲过了那一剑，最后偏离了1寸，被震断了心脉。前辈为何如此？小杰天赋很好，可是有些心软了。我能够感觉到，他的剑是君子之剑。
然而，君子之剑也需要有杀伐气。他的剑求胜，而不是求生。这江湖险恶，这样的剑会活不长久的。我不愿杀人，人却要杀我。不管是不是江湖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前辈的担心我记下了，还请把雷无节放心的交给我。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迫使小姐做出这样的事来的。前辈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我的女儿死了。如今，我希望我的外孙能够平安的回来。萧瑟记下了。救命之恩，萧瑟永世不忘。若有缘，再来求见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有钱，随身带着金贵的蓬莱丹当糖果吃，但这个不一样，就算再怎么要死的人，吃下它都可续命3日。到时候你再出事的话，吃下它，3日之内找我，我救你。好。那萧瑟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向他鞠躬啊？他说他叫萧瑟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。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，他姓萧。只要他姓萧，那么他所做的那些事情，就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的。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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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我要不要过去啊？师傅也没教我怎么安慰男人啊。陆明轩。不用担心我。其实，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。踏上江湖路，有的时候你不想杀人，人家却想杀你。我都明白的。所谓身不由己，就是这样。可是这些都是错的。大家打打杀杀，仇恨不断，永远没办法终结。这不是我心里想要的江湖。我知道，你要的是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吧？你知道我心中的江湖是什么样的吗？我曾经以为，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无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。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。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己；面对江湖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我曾经以为，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无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。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。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己；面对江湖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
你是说，仁者见仁吗？对，心之所向便是江湖。若是内心充满仇恨、黑暗，自然会觉得江湖黑暗可怖；可若是心存希望、光明，面对江湖之事，也就会豁然开朗。所以你记住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要记住你心中江湖最初的样子，那才是你自己。你外公说你心中少杀伐，这正是你的可贵之处。但这江湖总有你死我亡，我们避免不了，只能凭借内心，握紧你心中的剑，才能守护住你所珍视的东西。我明白，明白就好。走吧，去雷家堡，咱们耽搁太久了。师姐，明轩兄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不用跟我们道歉，好好慰劳一下你自己的马吧。骆刺猬，你跟我们一起去雷家堡吗？不是，什么刺猬？你看你这样子，活脱脱就是一个人形刺猬嘛。啊，那我就当你是嫉妒我了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们去雷家堡了，这师傅还等着我，回去晚了又骂我。哎，诸位，接下来的路靠你们自己了，保重。保重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多谢。这个美人天生心脉不全，能活到现在，还真是个奇迹啊。的确，她在雪月城医治了很多年。她叫叶若依，也是雷师弟心心挂念的梦中情人。啊？那傻小子情窦初开了，快带我去见他。话说你这次回来，准备做什么？来看望故友。枪签让我回天外天，我回了，但是也没说我不能再回北离啊。毕竟我不来的话，你们就要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现在只有你被人追杀吗？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萧瑟和雷无杰出了雪月城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前往雷家堡，而是去了望城山。他们下山之后，行踪便消失了。我循着踪迹而来，却只找到了这个。上面写着，你们在唐门被人伏击，请求协助。信鸽告诉我说，他原本是要飞往天启城的，只是在中途被我截下了。信鸽？你还能跟信鸽说话？天地万物自有灵性，我还能与花鸟鱼木说话呢，你信不信？这信鸽不是我放的。当然不是你。信鸽和我说，是那个叶若依放的。哎，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！雷无界要打大没了。哼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的行踪被泄露了，信鸽所带信息还未传到大将军府，就被别人拦截了。雷无界和萧瑟有这么重要吗？原本我以为他们只对我重要，却也没有想到啊。明侯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是我让他来这里接应我们的。他神志已失，但杀手的敏锐还在，你不要轻易靠近他。他为何会如此听你的话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这是好强的气场！
剑了吗？他没有拔剑，只用剑鞘就将明后逼了回来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回江湖，遇到的都是这种绝世高手？哎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个女人，我才压制住她的伤势。若是再经历一场大战，只怕神仙也难救。你先带她走，我来拖住这个人，你能行吗？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我们分开这么久，如今就算来个刀仙剑仙，我也定能不落下风。好，你小心点儿。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。没错了，都是些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。叶鼎之的大家业长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我也大概猜到了你几分，但是要看过了你的剑，才能确认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还是大家业长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身，就算是佛陀也定不住我的身。你不是想看我的剑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。破军剑，天下名剑位列第5，号称王霸之剑。你果然是怒剑仙。老太爷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唐莲呢？天外天宗主叶安世救走了唐莲。哼，什么天外天的宗主，不过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罢了。同是一辈的弟子，你不如莲月太多。是。唐莲走了就走了吧，只是这个女孩子是个麻烦。大将军叶孝英惹上这样的人，以后唐门的路可不好走了，只能寄希望于我的一位老朋友了。老朋友？此刻他正巧在来唐门的路上，原本应该早就到了。陆剑仙前辈，恕晚辈无礼，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一定要生死相逼呢？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。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跟你老子交手。所以你就来欺负他的儿子，这恐怕有失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想杀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怎么不容易？明红，快跑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。快走！无法无相功，这就是当年叶鼎之所用的功夫。好，还不够好。死吧！走。老太爷好身手。穆雨墨，你来晚了。偶尔也让老爷子等一等奴家嘛。唉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一个行将就木之人，可不会中了你的媚术。这可说笑了。老爷子可是不管年少年长，都是个绝情的人。和你一样绝情的那个弟子呢？今天怎么没来？他在连月阁。事成之前，他不会踏出那座阁。说正事儿吧，你还有个客人没到。怕是不会来了。我了解他，
要么他来了，要么他不来。怒剑先言战天，可从来不会迟来。这件事没有他不好办，但也不是办不成。还以为能见到大名鼎鼎的怒剑仙呢，结果聊来聊去，还是和老爷子你聊了家常，真是无趣。哼，千株之阵，那老太爷的筹码呢？绝妙啊！唐门最隐秘的毒，配上我暗河最隐秘的阵，此行我们势在必得。可莫要低估了我们的对手。贵客何人？是暗河的大家长。北离二皇子，白王萧崇。我等着见你的这一天，已经很久了。你在等我？是。你有一个好弟弟，他冒充了一个人，骗取我暗河的邪主。虽然他身份金贵，但我暗河杀人，从来不管什么身份，所以他该死。还请大家长手下留情。我若没有手下留情，他从见到我的那一刻便已经死了。九皇子想请我暗河和唐门联手，覆灭雷门。而雷门是雪月城的重要盟友，灭了雷门，就等于毁掉了雪月城的半只臂膀。这桩买卖对我暗河来说不亏，但是覆灭雷门只是前驱。你找到我，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。刚刚开始？对，我说我在等你，是因为这天启城的皇子中，我一开始选择的就是你。我助你登上庙堂之高，而你则要让我暗河的水潮淹没整个江湖。二哥，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吗？好像剑侠知错了。还不快和大家长道歉？不必了。你早就知道我身份。年轻人，你太小看暗河了。从你踏入暗河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已经知道你的身份。之所以不杀你，是因为白王萧崇，你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大家长，恕我直言，暗河不是我的选择。你这么拒绝我，就不怕我把你们都杀了吗？哼，我想大家长应当不会做出这种不利之事。不过我们之间的选择已经无法避免了。白王殿下，有些决定不要下得太早了。天天都吃着馒头，人都给我吃瘦。有馒头吃就不错了。谁让你从剑冢走，也不知道跟你外公要些银两。剑心冢卖的剑，
每把都价值千金。你外公也算的是江湖前3甲的富豪，怎么就有你这么一个穷酸外孙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哎，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去看看。老兄也无能为力小子，知府大人悬赏1000两纹银寻找大夫，1000两纹银呢？咱们3个懂医术吗？1000两纹银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要懂什么医术啊？你不是有那什么蓬莱丹，一枚30万？小点声行不行？你知道那一颗蓬莱丹值多少银子？你知道那颗3日丸如果传出去，会有多少人要来抢？哎，我知道那蓬莱丹很金贵，但是你看这小城里也没什么人认识，是吧？而且你救人一命也算是积德行善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松开！我以前也学过一些医术，谁说救人就一定要用我的蓬莱丹？你个横货！你还学过医术呢？哎，你以前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轻功又好，赌术又高，还会医术，哎，你太厉害了吧！行了，能不能别说了？哇，你能不能教教我呀？是景霞冲动了，请皇兄原谅。不是冲动，是不对。景霞只是想帮二哥。这个世上有很多人，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。这样的人不必多说，我们天启城遍地都是。还有许多人，为了情义可以不要利益。他们心中有信仰，有执念，他们不愿自己身上沾染半点尘埃。他们可以为之生，也能为之死。萧楚河就是这样的人，所以他才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我敬佩这样的人，可我成为不了这样的人。他是无瑕的，而我终究是有颜色的。不过这个颜色也只能是白色。我有不能打破的原则。景霞，知道了。少汉那边的书信到了，大概是陛下一直问我们为何还未归朝。宫中其他皇子有什么异动？其他都正常，除了赤王萧雨，他一直称病不出，已经有1个多月了。哼，那个施九王爷，景霞，不能小看赤王。虽然现在就你们2人被封王了，可是皇兄你是凭借自身的才识啊，那小雨凭什么？还不是凭借自己的母妃，深受父皇的宠爱。很多事情不能从表面上来看。赤王萧雨可是个很可怕的敌人。你刚才还有一件事情说错了，被封王的不止我们2位。您是说永安王萧楚河？暗河已经说了。他们对于他的追杀是不会停止的。要我说，你不如顺水推舟。放肆！刚才我跟你说的，你都忘记了吗？可有联系到大师傅？属下已经让人尽力去寻了，可是怒剑仙前辈的行踪太难追踪，只知道他在快到唐门之前离开了。希望能够及时联系到大师傅。能阻止这一切的，只有他了。大夫，怎么样了？心脉一断，准备后事吧。告辞。大夫，自有神仙庇佑，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现在只信大夫。是。看来现在只有药王辛百草才能救他了。我去找。大人，外面有人给了一瓶药，说是服下之后便能痊愈。蓬莱丹。蓬莱丹是什么？
天启药王殿里的圣药，只有皇室宗亲才有资格服用。他们几个人？哦，2男1女，女子手拿1把长枪，另外2个男的，一个红衣，一个青袍。是他们。萧瑟、千洛、雷无节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这才几日没见，就这般想念了？你是不知道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们是走到哪儿被打到哪儿。啊，原来是被打了，才想起你大师兄的好。不是，哎，大师兄既然在这儿，那叶姑娘岂不是也在啊？难道那个要治病的人是若依？若依，蓬莱丹正在帮你清除血脉里的郁结。我知道这很痛苦，但如果是你，一定没问题。忍住。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，久违了。先好好休息吧。哎，怎么样，萧瑟？若依她怎么样了？暂时没事了。你和叶姐姐从前认识吗？你似乎对她的病十分了解，而且刚刚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，她说久违了。我们2个从小就认识。啊？那你们之前明明相见了，为何不相认？莫非曾经是情侣？什么情侣？我们俩只是旧相识罢了。过分！过分！好了，你们几个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们商量。什么过分？哼！所以唐门是打算就此判出雪月城。虽然我不知道老太爷的具体打算，但是很明显，他们不想继续与雪月城保持盟友关系，而且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。师兄，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儿，你赶紧回雪月城禀告3城主吧。我不能回去。你还没做决定？不是。唐门是我的家族，雪月城是我的师门。我并不想背叛任何一个，我只想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。不回雪月城，是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。什么事儿啊？雷家堡马上要召开英雄宴，但现如今他们并不知道唐门的变故，而这场英雄宴很有可能是唐门反叛的开始。我已经传信给雪月城，怕是来不及，所以我要亲自去一趟唐门，阻止这一切。可这件事很难。的确，这件事并不是我能做到的，但是只要尽力，就不会有遗憾。大师兄放心，你还有我们呢。关于若依的事，我刚才探了她的心脉。她之所以能撑到现在，是因为体内有股真气，而这股真气很熟悉。是无心。无心？他在哪儿啊？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吗？我们遇到一个奇怪的剑客，穿着一件黑色披风，手里拿着一把出奇大的剑。无心暂时拖住了他，所以我才能带着叶姑娘先行离开。难道是他？严战天、唐门都出动了，这幕后策划的人难道是二哥？可按二哥的性格，怎么会和暗河有所勾连？莫非是……萧瑟，你认识啊？怒剑仙。怒剑仙严战天，江湖冠绝榜上排名第3，和我姐齐名的剑仙。可是无心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我已经观察过了，无心的功力比之前更厉害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现在至少已经进入了逍遥天境。就算打不过，脱身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怎么了？你觉得无心不是怒剑仙的对手吗？不，我只是想到另外一个剑仙，刘无节。啊，
雪月剑仙为什么还没有消息？对啊，唐门3大高手，唐寅、唐烈、唐月，你们来此也是为了杀我？唐门和暗河这样的联手，还真是少见。我想这是出自苏昌河的手笔吧。我从第一次见他，我就知道，他的野心一定会毁了他自己。李寒衣，你这话说的未免狂妄了。狂妄？哼，不过是暗河的2位家主和唐门的3大高手，杀了便是。暮云，都说北离用剑，南绝耍刀，是时候让世人看看自己的愚昧了。好一柄铁马冰河！所以名为血七刀，是因为我7刀之下必有亡魂。我已出了6刀，这一刀下去你还不死，我就要改名字了。哼，不必改名字了，因为你今日就要死了。雪月剑仙李寒衣，你似乎有些太狂妄了。我还有最后一刀，名杀神。他怎么突然停下了？这是修习拳术、刀术的独有心法，明脸是。他在继续浑身气力，等待拔出最后一刀。苏沐雨，上次你就没拦住我，今天你也一样拦不住。这次不一样，不是我一个人拦你。既然各位要逼我雪月城到如此田地，那么就请君赴死吧！请休。弟子赵玉真不孝，今日定要下山了。殷师伯，世人都说我算学天下第一，可我看殷师伯您才是天下第一，怎么每次我才一动下山的念头，您就来拦我？你下不下山，何须我算？这望城山还真是个好地方，连动物都通灵性。知道我要下山了，师伯，我想下山去看一看，在山上待得有些无聊了。玉真，你师父以及望城山对你的一番苦心，你真的要辜负吗？看来是的。青霄剑我已经留下了，掌教之位还请师伯带人。等飞轩长大了之后，再传授于他吧。桃花，桃花，和我一起去找他，好不好？为了逝去的掌教师弟，我也不许你下山。师伯，你拦不住我。
我本无心求道，怎爱天道强留？只求桃花林一片饮酒终老。殷师伯还有师傅，对不住了。师傅，石叔祖，你不要走！怎么，殷师叔都拦不住我？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找打。飞轩，你的大龙象力也颇有所成。若想见其奥妙，须见众生。3个月之后，你再下山游历。3年之内不要回望城山。晚松，你与飞轩同去，你命中有2段誓愿，一段于我，以缘尽于此；还有一段，在江湖山野之中，那位师傅的剑术，不逊色于你。不，我不要什么2份誓愿，我只要师傅您1份就够了。傻孩子，我只是下山，又不是去赴死，哭成这样干什么？可是师叔祖，你说的这些话，分明是遗言嘛。我只是觉得，我这次下山，恐怕要很久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死的。我可是赵玉珍，那个差一步就成仙的人。什么天劫，我才不怕。为师走了，给你们带个师娘回来。师傅，徒儿等着与您再见的那一天。他是玄剑仙，天降劫数如何？弹指可破。刚刚那一剑很精彩，不愧是剑仙一剑。只是可惜了，你难道没有发觉，你的剑仙境界被压制，专为你布下境界压制大阵？苏长河，并且我们还在整片竹林撒满了无色无味的唐门毒物，一旦吸入，则会慢慢腐蚀内力。你还是跟当年一样，行事卑鄙，总是不择手段。是啊，不然，凭我这点本事，怎么能把雪月剑仙永留此地呢？哼！你以为我已经内力枯竭了？可我还有一剑之力。我这一剑之后，我会死，可你也活不了。不自量力！云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恍惚间，红烛伴着你画下轻舞。任飞雪满小仙女，天。我好想你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玄剑仙赵玉珍，倒是忘了还有这些人了。就是你们打伤了他。是。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这人一般不出手，一出手就是缺胳膊少腿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小仙女，你等等我。
天魔者，在我面前装神弄鬼。望城山太乙狮子诀第9重。天下素来认为，5大剑仙之中，孤剑仙剑术第一，只因他一人居一城的气魄，天下无双。但我却一直认为，你玄剑仙的剑才是天下第一。哼，我的剑是不是天下第一不重要，因为我的剑从不轻易而拔。我有桃花剑36柄，你看如何？虚妄。佛家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。哦，那你玄门又是如何说的？凡所有相，除了小仙女之外，都是虚妄。这是我说的，我可代表玄门。无量剑阵，起！难道这次真的来晚了？这些都是真的剑吗？一个人怎么会变出这么多武器？这应该是剑气所凝成的剑，但杀伤力减去了，跟之剑一样。大家长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还请大家长为我们找出一丝破绽。你们有办法，定不会让大家长失望。好，那就让我给这个玄剑仙送上一条死路。仙女，来不及了！暴雨雷华针一共27枚细针，唐门中了3针，我结下了23针。还剩1针。小仙女，李寒衣中针了，杀了他们！刚才赵玉珍强行使出神游一剑。必定对他反噬极大。那，继续追。大家长，大家长久违了，真是有趣啊！一位玄剑仙下了山，一位老神仙出了天启。大家长请。国师有命，自然不敢不从。我们走。真的来晚了吗？将来行侠仗义之后，别人要答谢你们的话，要怎么回答呀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要说，有道是大恩不言谢。有道是大恩不言谢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些都是应该的，不用太客气。我还急着赶路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我还有事要先行赶路，告辞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去玩吧。好。你呀，净教些没用的。哎，师傅当年就是这么教的。怎么着，忘了？当年你年纪最小，叫的声最大。说这些干什么？这才5日，怎么寒毒蔓延得这么快？
3个月，还是1个月？对我的医术没有信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行了，你就别吹牛了。要是没有温家这以毒攻毒的法子，你早就没招了。对了，没几天就要摆雷门宴了。我知道，倒是你，不是不爱参加这样的热闹吗？我这身子骨恐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办这英雄宴，就是要让整个江湖都知道，我雷千虎死了，但是雷门只会比以往更繁盛。一位雷门双子又要重现江湖了。叔父当年说过，我们雷门这一辈一门4杰，本来应该是我雷家叱咤江湖的时代。可是最后，所有的担子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有说有愧，是我们愧疚于你。你也可以让云鹤来当这个门主。你去你的江湖，去找你的李寒衣。待你练到剑仙一日之时，我会亲自拜访。当年李寒衣以剑之名拒绝我，我居然信了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不再是那个傻小子了，他心里没有我。我觉着是因为你丑，我比你帅。你的徒弟已经离开雪月城了，算他有良心，臭小子知道回来看看我这个当师傅的。他刚离开雪月城，后脚就有人跟着离开了。谁啊？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还有赵玉珍也下山了。啊，你那能压剑仙一头的绝世剑术练得怎么样了？莫非这一次，我依然还是晚了？我要找全城最好的大夫。你来晚了，这城里的大夫都被叫走了。为何？今天知府那边来了个贵客病人，大夫们都被叫去知府家里去了。这知府在何处？客官别急，今天店里来了个客人，手里拿了本医书，好像是个会医术的。你们在说我吗？哎，就是他。虽然你我未曾见过面，但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就是玄剑仙吧？如剑仙。正是。你怎么下山了呢？还带了一个李寒衣。暴雨梨花针，先生可有法子救他？我拦住了26根针，但是还是有一根。最后那根梨花针封住了他的气门，使得他的真气正在不断的外泄，不超过半个时辰，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了。所以我们立刻将那梨花针给逼出来。一会儿，我用5道银针封住他5处大穴，他的真气会逼得那梨花针游走到百会穴。我需要你用真气把它引出来。来吧。1针鸠尾，2针神阙，3针七海，4针关元，5针终极。便是此刻。不愧是玄剑仙。引。你受伤了？区区小伤，不足挂齿。小仙女，小仙女，
没事的，放心吧。你跟梨花针呢？伤了他的针，我自然把他捏碎了。国师，啊，一秉万卷书，行遍万里路。谢道友，多年未见了。国师，国师是来找赵玉珍的吧？可是，一夜过去了，都未曾见你跟他说过一句话，只是一直看着他。不知道国师你在想什么呢？在想枯木如何逢春，春去如何秋来。啊，国师讲话果然深奥。我与玉珍的师傅吕素贞有过一个约定，帮他一个忙，但我还是来晚了。可他却来得恰恰好。算算时辰，雪月渐迁，现在也该醒过来了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的重逢会是如何。我从望城山下来，经过一片桃树林，我想，我们的重逢应该要有桃花。练习了这些桃花瓣，你可还满意？都这个时候，不满意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下山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小心，我们走吧。已经不小了。是啊，不小了，是大仙女了，比以前更好看。以后别叫我小仙女了，还是叫我李寒衣吧。凉风帅以立，游子寒无衣。这不是什么好名字，我们改个名字吧。改什么名字？桃花，李桃花怎么样？这么艳俗。用在别人身上是艳俗，用在你身上就是风华绝代。枯木逢春犹在发，人无两度再少年。在桃花纷飞，初见你之时，我们都还是少年。在你醒来之前，我让谢轩先生帮我找了一处院子。什么样的院子？一处小院，一棵桃花树，就像你我初见那样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院子？因为如今重逢，我终于可以问出那句我少年时就想问的话了。小仙女，做我娘子多好。
我曾听人讲过，朝花夕拾是人间最煞风景的事情，因为花已经不是朝时的那种花，人也不是朝时的那个人。这说法实在是可笑。人会变，是因为那人的心不够真；花会变，只是因为那朵花不够美。幸运的是，我依然是我，花也依然是最美的那朵花。朝花夕拾，真是开心。真好看。因为遇见你，所以才好看。我真应该早几年下山。我这一生，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，才刚刚开始。赵玉珍，你怎么了？小仙女，我就要死了。赵玉珍，桃花恋外开已久，恋中人比桃花羞。小仙女，我就说你是个姑。鸟妈，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很高兴。你来迟了。傻小子，还等着吃桃子呢。好美啊！这一生能遇见你。小仙女，你怎么又戴着面具了？戴着面具好丑的，你还是摘了面具更好看些。真好看，连声音也这么好听。我第3次来望城山的时候，你可愿意随我下山？自然愿意。谢谢赵玉珍，赵玉珍。我这一生从未像此刻这么开心过。可我们这一生才刚刚开始，只要能日日的陪伴着你，我都愿意。这桃花，看来终究是没能避免这个结局啊！
山人，只求结发寿长生，不理人间纷扰事。但是这件事不行。望城山众弟子听令，弟子在。望城山誓报此仇，誓报此仇。破军为何突然振命？白日之中，为何突见星辰陨落？如何了？经此一夜，与雪月城结下了冤仇，又和从来不理世事的望城山结下了死仇，真的值吗？沐雨，沐雨从未对大家长的决判提出意见，但这一次，我想问，值吗？无论是雪月城，还是望城山，不久都将不存在了。古诗啊，你有听到方才的声音吗？入魔之咒，我去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心中莫名的不安和难过。先赶路吧。撤。撤。皇兄，不知皇兄突然召我入宫，有何事吩咐？听说虫儿回来了。白王。啊，听说他刚刚回府，想必一会儿就会进宫请安。怎么，皇兄想他了？他一个人回来的？难道他不该一个人回来吗？陪姑出一趟宫吧。皇兄，去哪儿？白王府。儿臣恭迎父皇。都起来吧。谢父皇。才几日不见，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回父皇，回来之后，不幸感染了风寒，最近正在家里休养。你身子骨不好，平日要多加注意啊。谢父皇关心。父皇，楚河的事，陛下，殿下真的已经尽力了。可当时六皇子态度坚决，宁愿接了奴才一剑，也不愿离开。我知道，虫儿一定是尽力了，但是这世上的事嘛，很多都是人定不了的，还是听天由命吧。谢父皇体谅。楚河还好吗？回父皇，楚河很好。楚河说，一直很挂念父皇。这话是楚河说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呀！好好养病，姑先回宫了啊。儿臣恭送父皇。
你可真是个有趣的皇子。恭送皇叔。皇兄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去赤王府。父皇好。从小就练习射箭，到现在竟然还能射偏。你的眼睛，不如换去给你二哥了。父皇有所不知，儿臣最近生了一场大病，这一病就1个月，我到现在2只手都没力气呢。拿来。病了1个月。还能拉开这2弹之弓吗？这不才射偏了吗？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其实没有病，只是最近心烦。如何？懒得上朝。父皇好剑法！跪下！既然不想上朝，那就不用上朝了。从今日起，就在这屋里待着。明日，藏书楼龙图阁大学士会带12学士到你府上，把北离朝路修缮完成。北离朝路，那玩意儿不是修了几十年都没有修好，父皇叫儿臣来修，那儿臣岂不是要老死在府里了？父皇饶命啊！岳离，咱们走。是。皇叔，你替我求求情吧！皇叔，我错了，我这……替你求求情。小侄子，我前几天奉命传你上朝，你不理我，现在来求我。晚了点吧，啊！皇叔，我上朝，皇叔，松手。皇兄，这小子太不争气了，我都想替你收拾他一顿。岳离，你也上车吧，我有事同你说。皇兄，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麻烦事要交代给我？不算麻烦事。其实姑还了解一些事情，是锦仙没有告诉我的。可能锦仙公公觉得不太重要吧？不，很重要。楚河身边还有一个红衣少年，叫雷无节。雷无节，他的名字还是姑给起的。天下有道，世上无刀。普天盛世，再无桀骜者。他小的时候，姑还抱过他。是雷将军和李守护使的儿子，是个聪慧的孩子。没有想到啊，最终还是回了雷门。啊，你替姑跑一趟。当初派重儿去，
也并没有抱太大的期许，只是想表明一下姑的态度。如今由你去办，姑才放心呐。臣弟明白。去吧。好。哎，还有啊，不管见到楚河，还是遇到雷家那个孩子，都替姑说一句：姑有愧。不跑了，不跑了，跑不动了。我堂堂天外天少宗主，竟被一人一剑追得大气都不敢喘，真是丢人。哎呀，别找了，只有他找我们的份儿，我们是找不到他的。哎，臭小子，你终于有点自知之明了。前辈剑术无双，晚辈纵使是天降奇才，说起来也还是差着几年的修炼呢。哼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。是啊，但我来了帮手。死书生，大魔头，还好还好，既然二位剑仙在此相聚，晚辈就不打扰了，先行告辞，还望后会有期。明后走。叶定之怎么生了个这么没用的儿子？怒剑仙前辈，你倒是有出息，有本事你追过来呀！哎，大魔头，别追他了，帮我个忙吧。帮什么忙？哦，这书里说呀，走火入魔之后啊，经脉逆流，血气暴涨，功力和以前相比啊，增长了数倍。但是却如饮鸩止渴，随时有暴毙的危险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走火入魔？大魔头，就是他走火入魔了。厉寒衣，苏长河在哪里？我要杀了他！死书生，原来你是要我帮你制住他，凭什么？哎，别急，我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了。先断其意识，止其真气，然后再找。哎，少废话，5个字，打晕了再说。啊！苏昌黎死了，你为什么活着？目标的实力和情报严重不符，又有剑心种的李素王在旁，我判断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不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。知道了，你的任务暂时停止。至于昌黎的死，与你无关。谢大家长。下去吧。大家长，那几个小辈，沐英和昌黎已经拖了足够的时间。如今我们的布置也已经完成，几个小辈而已，影响不了什么。你刚才对沐英动了杀心，杀手任务失败，身死本是正常的。不过，昌黎是不同的，相比较杀手，他更像一个剑客。他不该是这样的下场。可是，身为苏昌黎的兄长，大家长方才却很平静。恭喜雷堡主！来，里面请。门主，客人们都已经到的差不多了，只有雪月城和唐门那边的人还未到。您看，这最有分量的客人，自然是值得花些时间去等的。是。唐门用毒第一人唐玄，怎么来的人竟会是他？不
不是。外门掌事师范堂皇。 千虎啊，抽完这袋烟我就下来。不妨。快到了，其实过去不过5里便是雷门，希望还来得及。前面有人。 又是暗河，的确是暗河，但这一次不一样。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，代号纸伞鬼；谢家家主谢七刀，代号索命鬼。我们的面子可真大，暗河的杀手都来了，真是受宠若惊。冥剑排行第4的新剑，他就是雷无杰了。 杀了你们苏家苏长离的人，他就交给你了。其他人就交给我吧。雷门八俊，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无杰师弟，好久不见。师兄还是如此出口成章啊！ 门主让我们下山寻你回来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。这本来都抱着挨罚的心思回来了，没想到在山门口碰见了。哎，对了，这几位是？在下雪月城唐莲，这几位是我同门。原来是雪月城来的朋友，失敬失敬。诸位的家常可说完了？哼，听口气不像是朋友啊。师兄。 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无杰师弟，先带几位贵客去雷家堡。这英雄宴没了雪月城，还叫什么英雄宴？师兄，闭嘴！雷家堡不能让人给小瞧了。弟兄们，立正！那就有劳诸位了。走。走。雷顿阵。 弟兄，让他们好好见识。久等了，千虎。老太爷亲自前来，就算是等上1天1夜，也不妨。比你爹懂礼多了。 门主，雪月城那边不等了，开宴。好，开宴！山穷水复疑无路，别想往前走一步。此次唐老太爷能够亲自前来，实在是我雷家堡的荣幸。千虎，既是荣幸，就先干了这杯。多年前，我与魔教一战，此后便身染寒疾。这酒，我是多年不曾饮过。 不过是身染寒疾罢了。我在这酒里放些火心草，以暖驱寒就是。怎么？难道雷堡主担心唐玄在这杯中下点什么别的东西吗？
我自然是不会怀疑唐玄兄弟，只是这酒却是多年未曾饮过。不过这杯酒是老太爷所敬。好，哼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暗河的千株之阵，我们中埋伏了。堡主，堡主，堡主，但凡喝酒的，包括今日值守的弟子，全都中毒了。都中毒了？是。都中毒了。那为何唐老太爷和这2位唐门的兄弟还好好的坐在这儿？天虎，你不是也好好的吗？我得了寒气之后，天下的毒对我就不起作用了。哦，失算了。失算？我看失算的人是我吧。我已经让千痕多加小心，可还是失策了。这天下最隐蔽的下毒阵法，配上唐门最隐秘的仙霞路，实在是难以防范。唐老太爷，这千株之阵，天下只有一家人会，暗河穆家。多年不见啊，千虎哥哥。如今你是雷家堡的门主，我也是暗河穆家的家主了，久违了。果然是你，蜘蛛女穆雨墨。老太爷，就算你我2家不睦，但是你与暗河合作，就是与天下武林为敌。你这么做，又有何益处？什么暗河？我老太爷只是过来喝场酒，别的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想要借刀杀人？哪能啊！你也知道，这个做生意吧，自己总得出份力嘛。八军到哪儿了？按说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这怎么回事？莫非雷家堡已经被袭了？驾！